今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聊到一个让我沉默的话题。她跟我说，她的男朋友在老家县城工作，基础工资5000，扣完物险已经到手也就4000出头。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感觉都不好了。4000块钱，在现在这个物价水平下还能干些什么？说实话，这个事情让我想了很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琢磨了一下，大概是因为小县城的节奏比较慢，经济体量小，企业利润本来就薄，老板能开的工资自然也不高。可问题是生活成本却一点都不像小县城。你们猜怎么着？那边的房价普遍还5、6千，好一点的可能还1、2万。水果竟然比一线城市还要贵，奶茶也是卖到18块钱一杯。当然，蜜雪冰城还是一样的价钱吧。这样我真的感觉很无语了。更让我觉得心酸的是现在年轻人兜里面就这4、5千块钱，还得应付各种开支，要交房贷，朋友结婚你要随份子，有的时候父母时不时关心你一下，孩子是不是该买车了？那还得买个车加油，充电也得花钱是吧？说到这儿，我就想起以前认识一个做行政的姐姐，她给我讲了一个更扎心的故事。在一个小公司干了整整5年，工资从4500涨到了5000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5年就涨了500块钱，一年就涨100块钱出头。他跟我开玩笑讲，这点涨幅还不如去买彩票刺激呢。虽然讲的轻松但我能感觉到他眼里那种无奈。他说自己换工作的念头都无数次了，但是一到招聘市场，一看差不多的薪资，瞬间就没有那个斗志了。最近刷了一个短视频，看到一个让我揪心的现实。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毕业后回县城就做外卖员，他每天就跑10个小时，说是月入6、7千，听起来还行对吧？可是他说自己的身体都快散架了。仔细一算，电费、吃饭、话费，再加上时不时还得修个车，能存下来的钱少得可怜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些我真的很心疼那些年轻人，他们面临的选择太难了。出去闯荡吧，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，租房太贵，交通成本太高；留在县城吧，工资又低得看不到希望。但是我始终觉得，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吧，不能只能拼死拼活的去互联网大厂，还得有些普通人吧。小县城的未来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，但前提是有人愿意为他讲。说到这里我特别希望有一天回县城工作的人不再是混日子的代名词，能让年轻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吧。你们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和故事。